最近一段时间，尽管新德里努力想要将国内注意力转移到他国矛盾上，然而从始至终都被无视的农民抗议运动，也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骚乱事件。而就在最近，印度更是因为这场运动，造成了多地大范围停电事件。根据印媒《印度斯坦时报》在12月28号的消息显示，30多万聚集起来的抗议农民，如今自发形成了40多个农民组织，并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联合农民阵线。在当天，该联盟同意了与新德里展开新一轮的谈判，但是由于之前6轮谈判失败的影响，很多人并没有对即将展开的新一轮谈判怀有信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压农业的政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让印度的这场农民抗议出现了一些暴力事件。根据报道称，失去耐心的印度农民们将仇恨转移到了印度亿万富翁安巴尼的身上，愤怒的民众将安巴尼旗下 GIO 公司的基础设施作为发泄的目标，这直接导致了在旁遮普邦境内1500多座电信塔被毁。而在前一天，该数据还是1411座。显然，受到疫情和生存压力的30万农民正在走向失控，而且因为大量的电信塔坍塌，电缆被切断，更是导致当地电力系统被迫中断，进而引发了大范围的停电事故。有消息人士称，农民们之所以将矛头转向亿万富翁安巴尼旗下的 GIO 公司，理由是在削减农业政策上，安巴尼与另一个基建大亨安达尼是主要的受益者，但两者从来都没有为印度农民做过任何有利益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当外界普遍关注起印度国内大规模骚乱事件之后，却很快发现，尽管这些即将失控的农民破坏了大量的电信塔，甚至导致了大范围的停电，但在当地的警察部门却似乎没有什么太大动静。按照印度斯坦时报的说法，旁遮普邦的警察部门并未对农业破坏电信塔的行为采取行动，甚至连立案都没有进行。当地首席部长也仅仅是呼吁农民不要采取类似行为，给其他公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并保持一定的克制行为。这种冷眼旁观的事情也让外界十分疑惑。有分析人士指出，印度农民反对新农业政策的抗议，在整个过程中，印度各邦的态度颇为冷淡，其实也在很多人意料之中。一来，这些人的抗议对象是新德里，和各邦并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二来，印度这个国家在独立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制度全盘照抄。别看印度总在吹民族优越感，但本质还是殖民那一套的分化打压并没有改变，这也导致印度整体不过是一个极为松散的联邦，有时候政令都未必能得到执行。在这种时候，各地方邦没有背后捅刀子，就算得上仁义了。尽管骚乱仍在持续，但印度的这枚星星之火什么时候能够燎原，还需要时间来观察。不过，按照印度长期执行的种姓制度，到如今都没有被完全革除，恐怕这个抗议会变成农民自残威胁新德里的一场闹剧了。近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布了一篇关于美国航母如何受到潜艇攻击的文章。当然，这里的攻击并不是事实，只是在美国媒体自己的想象之中而已。而今天，小编同样想和大家唠唠关于航母和潜艇的3两事儿。首先，为什么美智库会说中国可以多次在2000公里之外瞄准并击中美国航母？这就要说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了。还在当年的时候，中国几次对美国派出航母在自己国家手边晃荡的消息总是束手无策，这不仅严重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同时也为未来中国海军的发展种下了一颗种子。从1999年的憋屈到2009年的沉淀技术发展，再到2020年海军现代化主力战机的快速发展，10年又10年，中国不仅在数量上赶了上来，在质量上同样不再落后太多。这几年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中国时不时就要下上一波饺子，不仅让世界各国十分惊奇，更是让很多智库、分析中心等军事战略研究所都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海军的情况。而这次美媒就援引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说法，如今美国如果出现和中国在海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的潜艇将会多次瞄准美国的航母，因为中国提高了在距离海岸最多2000公里的地方瞄准并击中美国航母的能力，这完全取决于中国这些年在进行的部队现代化手段。第一，能力强大的潜艇；第二，寻找美国航母的方法。先从潜艇上来说，目前中国正在服役的主力潜艇有093和094两种潜艇，这是中国第2代核潜艇。
目前在水中潜伏最长的可以达到90天，但是在这如今信息化的手段中，核潜艇一旦不够静音，就会被声呐浮标检测到。而094型核潜艇是中国后来才研制出来的，在这个时候，中国不少技术都有了新的发展，于是，在094上就花费了很大的功夫。相比之前的潜艇，094型核潜艇无论是在隐蔽性还是传感器，亦或者推进系统上都有相当的提高。而潜艇在攻击手段上主要是依赖潜射型的导弹，在这一方面，中国自然是不愿意落入之后，于是从巨浪型潜射弹道导弹就面世了。从巨浪1到巨浪2，再到巨浪3，中国一步一步让潜艇拥有了攻击航母的能力。有了能力之后，自然需要提高精准度，这就要说上中国的卫星定位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和侦察机等情报系统。而在这方面中做得相当出色，在检测体型巨大、毫无隐身能力的航母，还是可以说是轻而易举了。而这个定位系统再配合中国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直接远远地潜伏在水深大约300米的深海之中，美国就很难发现。再配合发射巨浪2，足足有7400到12000公里的射程，可以携带3到6个核弹头。照这样，美国航母还想存活下来，确实有点难。而且中国还拥有高超音速导弹，想要击中美国航母更是轻而易举。当然，中国又不是美国，就算手中拥有强大的力量，也不会轻易使用出来。毕竟，中国比美国更能明白和平不易。近日，在大家都在猜测苏莱曼尼忌日伊朗是否会展开报复之际，伊朗总统正式表态了。伊朗灵魂人物之一苏莱曼尼将军在1月3日遭到美国 MQ9 死神的袭击身亡。虽然随后8日伊朗对美军基地展开报复，但今年的伊朗可谓是与中国一样，高举美国敌对榜首，接连重要人物遇袭。年末将近，据悉苏莱曼尼的忌日还有几天的时间里，伊朗总统鲁哈尼放出了狠话。据越南网站12月31日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美国砍掉伊朗的手，也在失去在这个地区的腿，并称除非批准该任务的人的生命，否则苏莱曼尼不会安息。看来伊朗并没有轻易放弃对美国的报复。据悉，苏莱曼尼遇袭地点发生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虽然袭击发生不久后，伊朗便向美军驻伊拉克巴格达基地发射了22枚导弹，至少有10几枚导弹成功的落在美军基地，成功打伊拉克美军一个措手不及。但伊朗此次放出的言论看来是觉得对美军的报复还不够。目前看来，鲁哈尼所说的这个地区所指范围是指伊拉克还是中东，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因为如果还包括中东地区，伊朗的报复难度就很大了，但也不难。只要后续很可能引发两国战争的后果，伊朗愿意承受的话，不排除伊朗会实施。首先，中东地区根据美国公共安全计划2018年的报道了解，约有6万余名美军士兵部署在中东计30余处军事基地，而伊朗具备中东地区内最为强大的导弹部队，能够覆盖中东绝大部分军事基地。其中，伊朗弹道导弹中射程最大的流星3型中程弹道导弹，射程可达2000公里，攻击范围可以覆盖整个阿拉伯半岛、整个以色列、大部分的埃及，甚至连印度也能囊括2/3，并殃及中国西部地区。根据美国最新的政策，中东部分地区的美军数量将陆续删减，甚至部分全部撤离。以现在美伊关系，中东美军基地的警戒度也应该是战备程度，但只要猝不及防，全方面覆盖打击，还是能够对美军基地造成沉重的打击。如果伊朗要展开报复，打击基地可以考虑卡塔尔境内乌代德空军基地，美国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或者巴林的海军支援设施，美国海军第5舰队驻地，其主要职责是守卫中东海上安全。阿曼境内多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还有非常值得伊朗关注的土耳其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当然，伊朗一旦对美国海军重点基地展开报复，除非他成功研制出核武器并试射成功，不然他很有可能体验一把海湾战争的伊拉克的体验。因此，仔细评估，伊朗如果要对美展开报复，比起斩断美军在该地区的腿，不如像鲁哈尼所说，将批准这项任务的执行人扔进垃圾桶，以牙还牙，也能免于爆发战争冲突的可能性。最后，鲁哈尼表示，最后报复还会开始，这番话已经放出来了。至于未来伊朗如何对美国展开报复，伊朗局势走向何方，也变得更加吸引人，期待后续发展。